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一张合影揭开了赵丽颖资源降级的真相，导演徐冰眼光太准了。目前电视剧《与凤航》正在热播，观众评价褒贬不一。赵丽颖这次重返古偶神域，势不可挡，如猛虎般威猛。提前2个半月进组，不仅独自承担重要责任，学习武术技能，还身兼该剧监制职务，彻底改变古装丧葬风格，创造出富含东方意象的美学风格，在亚洲地区掀起轰动。5年前，在电视剧《有匪》中，由于产后身体状况欠佳，她被批评像一个大妈，失去了往日的灵气。这部剧成功避开了时间的侵蚀，每一帧都展现出全新的美感。然而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这场意外发生在林更新身上。正当他的目标是击溃一个价值9亿的少女梦想时，即便身着碧绿长袍，黑发飘逸，即便经过千万滤镜的修饰，他依然无法掩盖满面油光、酒兴勃勃、饱餐一顿的模样。星月粉们终于松了口气，他们的担忧一扫而空，而其他网友则纷纷表示愿意取而代之。赵姐内核强大，已经心无旁骛地展开了她下一个新戏的旅程。在社交平台上，赵丽颖于3月25日发布了一条信息，暗示她将加入电视剧《在人间》的拍摄。重庆的 IP 地址也显示她的账号是在那里。几天之后，在正式宣布《在人间》开机的仪式上，赵丽颖拿着红包，微笑着对着镜头。当天，她穿着黑色卫衣和休闲牛仔裤，面容清秀，慈祥如小姑娘般。随后，银坊该剧的男主角也自信地出现在视野中。在赵丽颖的身后，那位37岁的男士仿佛能够永葆青春，令人感觉他仿佛比他还年轻，甚至带有一丝点少年气。很快，关于银坊是谁的讨论在网络上迅速蔓延开来，还有一些人带着恶意嘲讽说赵丽颖的资源降级速度太快了。然而，导演徐冰发布了一张剧组合照，直接扼杀了所有的留言，自证其眼光始终准确无误。01，一个披文艺气息的年轻男演员，一个是备受瞩目的当红偶像，这2位在角色搭配上会让许多人感到颇具挑战。多年前，一位导演就已经给出了这个答案。赵丽颖并非以金钱为重拍戏的类型，她心中珍视的是剧本和角色，而非报酬的多少。优秀的作品在她眼中价值卓越。赵丽颖在2021年主动与导演孙浩合作，出演了一部小成本的 A 级制作悬疑剧《谁是凶手》。她没有考虑片酬，而是以 S 级明星的身份参与演出。最后，她在扮演反派角色沈宇时表现出色，令人印象深刻，成功跻身主流影视的行列。观察在人间的主创团队，不难发现导演徐冰是商业片领域的重量级人物。他不仅擅长写作，还在导演方面有着出色的表现。在他的带领下，创作出了多部备受关注的精品作品，诸如《小兵张嘎爱了散了，请你原谅我》和《新世界》等。男主角尹轩与导演的默契十分默契，在电影《新世界》中曾有过成功的合作，他此次再度出演角色徐天。因此，在剧宣开机时，银坊开玩笑称自己为徐天的升级版 2.0。在那片满是毁坏痕迹的资本土壤中，银坊可谓是一位无与伦比的优秀演员，这并非言过其实。尽管他目前还未显露身影，但他注定会为这片土地带来全新的生机。他是1986年出生的，比赵丽颖大1岁。他并非科班出身，在童年时期就开始学习芭蕾舞，后来考入北京师范大学，并取得了文学与管理学双学士学位。他曾是一位舞蹈大师，在踏入影视行业之前，
曾是北京当代芭蕾舞团的专业演员，在《空间日记》《惊梦情色》等舞蹈作品中扮演重要角色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独立完成了《生命之轻》和《底片》2部作品，在国内外艺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。其中退入选了第27届德国汉诺威国际编舞大赛，进行了世界范围内的25场巡回演出。自2014年开始，崔健在导演的电影《蓝色骨头》中出演一名地下歌手，从此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。之后，他陆续参演了《火锅英雄》《路过未来》《红海行动》《飞驰人生》以及《少年的你》等多部影视作品。他所创造的角色涵盖了绑匪、骗警、狙击手、领航员，甚至疯子和病人等各种角色，几乎每一个都独具特色。他的表演变化多端，常常让观众惊叹，难以分辨出他的真实面貌。他常常与各路女演员有着奇妙的化学反应，每一次搭戏都会擦出不同寻常的火花，为剧情增添了许多色彩。02尹昉所展现的神之处，在于他眼中的欲望毫不克制，却能静谧地涌现出来，悄无声息地触动人心，毫不掺杂任何杂念。他具备了搭戏骨的能力，可以与大咖同台演戏，也有搭配小花的潜力。他在电视剧《新世界》中扮演小警徐天，与周冬雨饰演的贾小朵是剧中的官配对。在戏剧中，红袄妹和毛毡歌手牵手，彼此互相嬉笑追逐，仿佛是一对沉浸在初恋甜蜜中的青春少年少女。在电影《第一香炉》中，尹昉与比自己大16岁的俞飞鸿塑造了一段充满禁忌的恋情，但他毫不畏惧地展现了自信和魅力。一个唱诗般的少年，身材匀称，面庞俏丽，唇红齿白，被梁太太精心编织的情感陷阱中，就像一只毫无防备的小飞虫，一旦陷入其中就难以脱身。在《温柔壳》中，他们扮演一对心灵受困的病人，与王子文饰演。在一间被阳光灿烂洒满的房间里，戴春利用幼稚的恶作剧逗笑着心情不好的觉晓，而当觉晓无意间注视着他的眼神时，眼中映射出比天光还要闪亮的东西。王子文与对手之间那场极具张力的吻戏让观众心跳加速，血液沸腾。觉晓伸出手轻抚他面颊，戴春紧握住他的手，小心翼翼地在女孩的掌心上亲吻。在得到回应后，他如暴风般热烈地吻着她，吻落在女孩的唇齿间，仿佛想要将她融入心底。在他已经步入30多岁的年纪，那种透露着蠢蠢欲动、带着青涩感的眼神，实在是非常珍贵的。以其出色的表演技巧，在作品《您好，母亲大人》中，他成功地诠释了一对相爱相虐的母子，巧妙地淡化了与董洁6岁的年龄差距。尹昉坦言，在创作角色时，他并不刻意坚守某种风格，而是随心所欲地表达，这就是他的风格。他把自己心中未曾言说的情感毫不保留地表现出来，将其奉献给观众，贯穿在舞者和演员的世界之间，甚至以一种十分粗暴的手段，将自己的灵魂掏空，让角色寄宿于他的身体之中。在电影《飞驰人生》中，为了更生动地描绘赛车手洪阔，他刻苦训练学习道路规则，减掉了15斤体重，并且成功考取了赛车执照。在《路过未来》中，他从第一天开始就选择了断食，目的仅仅是为了塑造出一个饥饿交替的形象，一个为了找寻失踪母亲而打工的年轻人。所谓的演技炸裂，不在于台上那短短3分钟的表现，而在于私底下反复靠近角色，深入体验生活的次数。03赵丽颖同样是一位演员，也是如此。郑晓龙导演评价她的表演方式是这样的：她并非靠耍演技来表演，而是有自己的思维方式，并非简单演出，而是彻底投入到剧情和人物之中。得到老前辈刘威证实，他表示赵丽颖在演戏时依赖真实的情感体验，
并且只有将情感消化透彻后才开始表演。说来也是，导演徐冰泰在电视剧《在人间》的角色选择上下了一番功夫。只有优秀演员相互携手、相互促进，才能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。这部剧本据称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，涵盖了科幻、悬疑、多重空间和多重人格等元素。在徐天6个人格之一的贾小朵由赵丽颖饰演，他们之间相互残杀，同时又情深意重。这场光剧情的表演无疑已经让人充满了期待。尹昉的角色与颗粒度完美契合，展现出明显的秩序性，同时也带有一丝自由与混沌之美，二者并存，相辅相成，犹如天空中交织的云彩。2个人随意叠加在一起的剧照，都透露出一种深入灵魂的宿命感，让人忍不住感叹这个组合实在太精彩了。这位富有魅力的男演员与扛剧头号人物赵姐的合作，似乎即将引爆热潮。